馮小剛怒斥他人品差，香港影視圈集體排擠他，說他很摳門，人緣很差。向華強夫婦親自下場開撕他，就連和他合作過多年的吳孟達也曾和他鬧掰過。明明佳作無數，可就是始終得不到港娛的認可。他就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周星馳。當年周星馳都經歷了什麼？他和向華強夫婦之間究竟有何恩怨糾葛呢？2014年，一篇以為什麼這麼多人黑周星馳為題的文章一經發布就迅速爆火網絡，引發不小的輿論關注。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寫了5萬多字，除了細細講述了周星馳的生平過往之外，文章濃墨重彩地記述了香港影視圈周星馳的打壓和排擠。而在這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向華強夫婦。向太陳岚得知此事後非常生氣，先是在接受採訪時撂下狠話，說要揭露周星馳的真實面目，並要求周星馳10天之內親自回應此事，給他一個說法。隨後他又多次在網上爆出周星馳的黑料。其實向華強夫婦和周星馳之間的恩怨源於1990年，當時由周潤發主演的《賭神》大火後，王晶就想拍攝一部相同題材的《賭俠》，並邀請了已經小有名氣的周星馳和劉德華擔任主演。這部影片的出品方正是向華強兄弟倆的永盛電影公司。在周劉的傾力演繹下，賭俠一經上映就引起巨大的市场反應，甚至票房直接超越了賭神。經此一事，向氏兄弟就想將周星馳挖到自家公司，但他們沒有找周星馳商談簽約事宜，而是找了對周星馳有知遇之恩的李修賢。周星馳在遇到李修賢之前，一直在劇組跑龍套，飾演的角色都是路人甲。198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李修賢在劇組見到了周星馳，覺得對方演戲十分賣力，再加上他創立的萬能影業公司彼時還很缺人才，於是李修賢沒有多加猶豫，就將周星馳納入麾下，並簽署了一份10部戲的合約。而周星馳也沒有辜負李修賢的期望，主演的第一部影片《霹靂先鋒》上映後，一舉斬獲了金馬獎和金像獎最佳男配的提名。隨後賭聖的熱映，周星馳一躍和周潤發、成龍齊名，並稱為雙周一龍。此後周星馳的片約就紛至沓來，身價也水漲船高，1992年就已經漲到了800萬。但周星馳始終銘記李修賢的恩情，片酬一直沒有變過。可讓周星馳沒有想到的是，李修賢並不喜歡他的无厘頭表演風格，甚至還在周星馳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李修賢就将他簽給了永盛電影公司，讓他在永盛履行合約裡剩下的幾部戲，而片酬始終只有70萬。周星馳雖然不願，卻因合約在身不能拒絕。從1991年到1993年，周星馳非常高產，尤其是1992年，是港娛公認的周星馳年。這一年，香港排名前15的影片中，前5名都是周星馳的，可他卻沒能拿到一個獎杯。這一年，香港金像獎把影帝頒給了梁家輝，而且前15部影片中有7部都是周星馳出演的，基本上都是他為了永盛影视公司拍攝的，可一部戲只有70萬的薪酬。1994年，周星馳履行完合約後，向華強夫婦還想和他續約，但不論向華強夫婦如何挽留，周星馳還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永盛，而這也徹底得罪了向華強夫婦。此後他們就在業界撂下狠話，香港的影視公司不准給周星馳投資，這使得周星馳一度舉步維艱，而且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周星馳在圈內的口碑都很差。周星馳僅用一個角色就讓馮小剛火了一輩子，可馮小剛卻因功夫的一次人情，當眾怒斥周星馳人品不行。而被周星馳捧紅的羅家英也炮轟周星馳心理變態，甚至就連和他配合默契的吳孟達也曾和他鬧掰過，直到後來才解除了隔閡。當年擔任過功夫武術指導的洪金寶更是指責周星馳拍戲就拍戲，不能光把自己當人，把別人當狗。
2001年，劉德華作為代表舉辦了一場慈善晚宴，成龍、張衛健等各界明星藝人紛紛前來捧場。為了籌集更多善款，很多明星都帶來表演節目，然而唯獨沒有帶任何節目的周星馳卻成了劉德華隆重介紹的座上賓。星爺剛出場就獲得了觀眾和劉德華的熱烈歡迎。原來在私下裡，星爺已經默默為骨髓捐贈基金捐款有10年了。更讓人感動淚目的是，有個叫輝仔的小男孩患白血病，情況危急，卻找不到配對骨髓。星爺得知自己的骨髓和輝仔相配，竟然毫不猶豫就捐出了骨髓。要知道，捐髓和獻血完全不一樣，會對身體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而且當時的星爺正值事業巔峰時期，還是一個十分喜歡功夫的人，他做出這樣的決定，屬實令人意外。而星爺也是第一個為陌生人無償捐獻骨髓的華人明星。更令人感動的是，當時輝仔家裡根本拿不出做手術的費用，星爺得知後也是二話不說就伸出援手。可以說，小輝仔的性命是星爺從鬼門關拉回來的。後來骨髓移植終究給星爺造成了傷害，還不到40歲的他已經頭髮灰白，明明英俊帥氣的臉也顯現出老態。但就算犧牲如此大，星爺也從來沒有拿這些事情炒作營銷，在做慈善這方面，星爺一直很低調。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在林心如參加65次慈善晚會，總共捐出30萬，還分成8次捐時。在其他明星都在高調宣傳自己捐款捐物時，星爺一次性就捐了3000萬。受邀採訪時，他還很低調表示並沒有捐多少，自己已經記不清楚了。除了悶聲捐款，在偏遠的西北山區，星爺還捐助了30多間放映室。另外，他還修建了許多希望小學，但星爺從不大肆宣揚，也沒有用自己的名字給學校命名。因此他的善意之舉很少有人知道，單就捐骨髓這件事，星爺就夠無數人敬佩。這也是為何向家處處針對周星馳，向佐還站出來指控星爺人品不行時，觀眾沒有一個人願意相信。畢竟身價上億的向太，儘管看似大方和善，卻沒有聽說他做過什麼慈善活動。而向華強的小兒子向佑在搭乘出租車的時候與司機師傅發生口角，並且還當場放出豪言壯語，說自己爸爸是向華強，你敢惹我嗎？很有我爸是李剛的氣勢。結果因為太過狂妄而被告上了法庭，香港高院判向佑坐牢6個月。就因為向華強這一消息上了娛樂頭條，畢竟向華強當年也算是控制大半個娛樂圈的人，很多網友現在才知道他還有這樣一個幼子。法庭上，律師辯稱向佑的童年由於父親只關心向佐，經常冷落他，導致了他的極端性格，希望法庭能夠輕判。向佑跟向佐雖然是兄弟關係，一個人前風光無數，一個爸媽卻毫不關心，這種同兄不同命的兄弟之情真的很讓人唏噓。本來是一件挺小的事情，但是因為牽扯到了向華強，所以這個新聞在當時還上了頭條，非常的轟動。這個事情還有後續，還沒有結束，並不是以向佑進了監獄而終結的，相反，這背後竟然還把向華強跟前妻丁佩所生的另外一個女兒也牽扯進來了。向華強的這個女兒名字叫向永恆，前妻丁佩正是跟另外一位功夫巨星李小龍有過一段情的人，而且當時李小龍是在丁佩的家中過世的，所以一时之間丁佩被千夫所指，成為全民的罪人。即便後來證明了李小龍是自然離世的，但那時候的丁佩甚至一度抑鬱，是向華強關懷他，給了他溫暖，所以兩人才有一段婚姻，才生下的女兒向永恆。最終這段婚姻沒有持續多久，他們就離婚了。據傳因為丁佩一心修佛，導致兩人感情轉淡。後來根據丁佩的採訪得知，當時丁佩對向華強只存在感激之情，並非是真正的相愛。他很感激向華強在那個時期出現在他生命裡，現在即使離婚，把向華強全家當親人一樣看待。不過向永恆被爸爸保護得很好，幾乎沒有被外界曝光過，但向佑入獄這件事牽扯得太大了。
而向華強現在的妻子向太不僅沒做過什麼慈善活動，如今直播行業吃香，又開始收割韭菜。只見有些廉價的食物產品，他自己都不願意嘗試一下，卻要賣給普通人。網友們見狀紛紛吐槽向太，這是把自己都看不上的東西推給別人用嗎？一個高調做人，一個低調做事，兩者相對比，向家和星爺的格局品行一目了然，瞬間引爆輿論。824萬對他來說並不是很多錢，但向太咄咄逼人的態度讓很多人很不理解。為了逼周星馳出面回應，向太直接喊話式的男人就出來和我當面對峙。此後，周星馳的名氣越来越大，周星馳也成了星爺。但是在李修賢眼中，他依舊是一個打工仔。李修賢不僅沒給他漲工資，還在周星馳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他許給了向華強。向華強不顧周星馳身價暴漲的事實，給周星馳每部戲的片酬只有70萬，但每次周星馳因感謝或者脾氣不好的時候，向華強總是出面替他說好話。儘管星爺心有不快，但為了合約他只能咬牙堅持。隨後他又拍攝《鹿鼎記》《唐伯虎點秋香》等經典電影。隨着周星馳人氣不斷增高，他的片酬也漲到了800萬，但向華強依舊只給他70萬1000部的片酬。幾年後，周星馳合約到期，即使向他苦苦挽留，但他還是提出了解約。隨後他就轉型當了導演，拍攝了《大話西遊》《食神》等電影，被不少影迷奉為經典。而向太夫婦為了捧紅兒子向佐費盡心血，後來向太找到功成名就的周星馳，想讓他幫自己兒子一把，沒想到遭到周星馳的拒絕，這讓向太太心裡很不是滋味。2014年，網上突然流傳一篇名為《為什麼那麼多人黑周星馳》的文章，文章中大肆提到了周星馳與向家的一些過往。這下子向太再也坐不住了，找到了周星馳。隨着輿論的發酵，不少明星紛紛站隊。李修賢怒斥周星馳忘恩負義，王晶說他是片場暴君，任達華、張家輝等人也表示支持，像莫文蔚、張雨綺、鄭佩佩等人則選擇支持周星馳。至於為什麼周星馳會被人說到有黑社會背景呢？因為他早年在香港新義安旗下的一家電影公司拍戲，而周星馳又是該電影公司旗下的紅，而通過這一點被向華強安上了黑道背景也是不足為奇。而後雖然向華強的太太拉攏了众多藝人多周星馳進行炮轟，周星馳也並沒有半點屈服。向家和周星馳的恩怨不是一句話两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這也是利益導致的一場爭端。大家都知道，向家在香港影壇可以說是黑白通吃，很多大明星也不得不在向家的門前低頭，就連李连杰也得对向家畢恭畢敬。可以說周星馳是唯一在向家面前活得最有尊嚴的明星。對於向家咄咄逼人的態度，周星馳選擇了沉默。即便這樣，向家也不敢怎麼樣周星馳，因為周星馳背後有一個保他的大佬，這個人就是韓三平。說起來，韓三平想必大家並不陌生，但是說到他的成就，大家就很難想起來了。他曾任中国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人稱三爺，是華語影壇的真正操盤手。電影能否到海外和內地放映，全是由他決定的，掌握着電影的生殺大權。向家在他面前也不得不低頭。為什麼那麼多網友站在周星馳這邊呢？無論這件事誰對誰錯，周星馳給大家帶來的太多了，不單單有幾十幾部優質的電影，還有他從一個小人物成為電影大師的勵志故事。我們這個國家不崇拜個人英雄，崇拜的是每一個小人物奮鬥的成為大人物的精神故事。周星馳就是這樣一個飽受磨難最終走向輝煌的一個大師，一個精神。願周星馳的精神激勵着我們努力前行。周星馳這個用電影、用歡笑陪伴了我們青春的男人，不知不覺已是花甲之年。星爺至今還是孑然一身，枕邊沒愛人，膝下無子女，感嘆歲月無情，空留白髮兩鬢。在電影上，星爺是無可匹敵的，但是為何在生活上卻輸得一塌糊塗，眾叛親離呢？1988年，李修賢已經是香港娛樂圈響當當的1號人物，而周星馳只是電台裡默默無聞的主持人。機緣巧合之下，李修賢發現了周星馳的潛力，請周星馳出演電影《霹靂先鋒》。憑借該片，周星馳首次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讓更多人認識了他。說李修賢是周星馳的伯樂，一點也不過分。1990年，劉鎮偉看中了周星馳的演技，請他出演了電影《賭聖》。電影一經播出，票房達到4132萬港元，不僅獲得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冠軍，還打破了香港地區票房紀錄。周星馳也憑借該片獲得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提名。星爺出名了，紅遍兩岸三地，火遍大江南北。
全香港都在聯繫他，想要請他拍電影，有人甚至豪擲千萬，只求星爺演一部電影。他拒絕了所有人，依然跟着李修賢拍着那些不適合他的，他也不喜歡的電影，而李修賢給他的片約卻只有區70萬。很多人說周星馳很愛錢，在後來柴靜對他的一次採訪中，星爺也大方地承認了，是的，他愛錢，因為小時候窮怕了，所以身價千萬的周星馳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地拿着70萬的片酬，繼續去演着那些自己不喜歡的電影呢？正好母親說想要搬新家，而周星馳以沒錢搬家為由，找到李修賢，希望能把工資漲一漲。沒想到李修賢大怒，拍着桌子喊道，當初就說好70萬的，白紙黑字寫好的，你現在火了，就想反悔了，你別忘了，沒有我你什麼都不是，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人。一氣之下，轉手將星爺以70萬一部電影的合約出售給了永盛電影公司，周星馳被李修賢賣給了永盛公司，向華強就是永盛公司的大老板。對於周星馳的到來，向華強是笑開了花，他對周星馳十分欣賞，資源全部向着周星馳傾斜，劇本任他選，演員任他挑，星爺可謂如魚得水，而他也不負眾望，真正成為了永盛的搖錢樹。1990年憑借賭俠斬獲當年票房第2名，1991年連出3部電影，整蠱專家逃學威龍、賭俠2、上海賭聖，無厘頭喜劇正式成型，強勢壓縮成龍和周潤發的市場，進入雙周一成時代。1992年，星爺更是獨占鳌頭，一人包攬了香港票房的前5名，因此那一年也被稱為周星馳年。如此風光無限的星爺，卻還是只能拿着70萬的片酬。換了是你，你會甘心嗎？星爺當然不會甘心，於是在合約到期時，星爺毅然決然地提出了解約，要自己單幹。況且經過這麼多年的打拼，星爺堅信自己已經具備了成為了一名導演的資格，而且他也想拍一些真正有意義的自己喜歡的電影。向華強眼看摇錢樹要走，自然不肯罷休，然而人各有志，不能強留。但是你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我臉面何存？說得好聽，出去單幹，還不是跟我搶飯吃？明的不能硬來，他卻用自己的人脈和關係對星爺進行打壓。據說在星爺籌拍電影《少林足球》時，更是放下狠話，不許別人投資，否則就是跟他作對。星爺的導演之路走得異常艱難，在香港得罪了向華強，可以說是寸步難行。難怪後來洪金寶感慨，香港演員只有周星馳在向華強的面前活出了尊嚴。好在向華強畢竟不能只手遮天，關鍵時刻林曉明夫婦出手了，周星馳的《少林足球》順利開拍，並在2002年正式上映。星爺也斬獲了最佳男主角獎、最佳導演獎，還因此打開了內陸市場，傍上了大佬韓三平的大腿，小人物終於熬出了頭。那一年星爺39歲。後來向華強的夫人爆料周星馳人品差、人小氣，在娛樂圈沒有真心朋友，是白眼狼。林曉明也因為一些問題跟周星馳分道揚鑣。王晶說他沒人情味，只認錢；洪金寶說他耍大牌，只把自己當人，把別人當狗。就連他一手捧紅的黃聖依和張雨綺也紛紛跟他解約。一股反對周星馳的暗流在娛樂圈中悄悄蔓延，而對於這一切，周星馳始終不發一言，罵他的人多如牛毛，而他從未說過別人一句不是。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港。有人說周星馳是鐵公雞，一毛不拔。然而2008年汶川地震，他不聲不響捐了3000萬。那些大罵他愛財如命的明星捐了多少呢？有30萬嗎？周星馳捐獻骨髓導致兩鬢發白，是可查的第一個為陌生人無償捐獻骨髓的華人明星。這是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能做出的事情嗎？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因此我寧可相信那些诋毀他的人只是因為他太過優秀，想要借助輿論的歪風把他吹倒而已。